冷战时期，欧洲高速公路网的设计图纸上藏着一些只有军方才懂的标记。这些看似普通的直线路段，没有灯杆，没有隔离带，两端还有莫名其妙的宽敞停车区。普通司机只会觉得这里好宽，好适合飙车。但在空军眼里，这就是一条隐藏在民用世界里的备用跑道。它的存在源于一个残酷的共识：战争一旦爆发，第一批挨打的绝不是前线，而是你的机场。敌人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甚至战术核武器都会第一时间砸向跑道，因为只要跑道废了，你的空军就废了一半。冷战两边都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公路系统里埋下备胎，一条条可以随时变成起飞点的战备道。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思路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过期，到了今天，它依然在更新迭代。从北欧的小国到美军这样的全球空军，都在把公路起飞纳入实战方案。换句话说，你每天通勤经过的那段路，有可能在战时直接变成飞机的滑跑道，而且是带油带弹，起飞就能开火的那种。翻开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的作战手册，你会发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假设：开战第一天，敌人必定先摧毁你的大型机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律。无论是苏联的 KH-22 反舰对地导弹，还是北约的战术弹道导弹，第一波目标几乎全是跑道和滑行道。因为道理很简单，跑道废了，你的战机就是摆设，再先进的机体也只能躺在地上吃灰。为了不在第一天就被废掉，很多空军开始练必修课，分散作战，意思就是飞机不能只依赖那些显眼的固定机场，而要能在高速公路、简易跑道甚至冰湖上起降。有些国家干脆从公路修建那天起就往设计图纸里塞军事彩蛋。瑞典就是高手，全国高速公路里藏着40多段战备道，宽12到16米，长800到2000米，没有路灯杆、广告牌这些高障碍，两端还布置隐蔽机坪和补给点。芬兰也不含糊，在主干公路和省道上留了20多个备用段，隔三差五就拉着 FA-18C 大黄蜂去跑一遍实飞。台湾的苏澳、花莲、屏东、嘉义4条战备道，每年演练都要让 F-16V 幻影2000 IDF 经国号轮番上阵。印度更喜欢热闹，国道、邦道里挑出直线无隔离带的黄金段。2021年还让 LCA 光辉和苏30 MKI 一起起飞演练。韩国则直接把部分高速路段做成加强型路基，硬生生能撑住 F-35A 全载起飞，还真飞给你看过。这套战备公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瞬间把空军的家从几个基地扩成全国几十上百个分散节点。敌人想一锅端，抱歉，你地图上看到的跑道可能都是假目标，就算打烂了10几条路，战机照样能从另一条呼啸升空。也正因为如此，公路起飞能力从来不是花架子，它是让空军在最糟糕的局面下还能抬手反击的那一层保险。可别以为把一条公路封起来，清一清车就能让战机起飞。真要安全飞起来，工程学的门槛高得多，军方档案里的标准比你想象的严苛得多。先说跑道条件，长度是死规定，800米只是起步，最好能拉到1200到2000米。短于这个距离，就算发动机推重比再大，满油满弹时也容易冲出路面。宽度同样重要，要在12到16米之间，既要容得下机翼，还得留点余量。F-16这种小翼展机型还好，像鹰狮或者苏27这种大个子，一间到一间就能顶到14米，更别提路面强度了，承载力至少得有 PCN50， 才能顶住几十吨的起落冲击，不开裂不塌陷。跑道本身合格，还得净化环境。战备道上不能有路灯杆、广告牌，
中央隔离带，路段必须笔直开阔，两端缓坡，两头还得预留滑出去，防止刹车不住直接去和大树拥抱。附近最好有隐蔽机坪，通常伪装成停车区或货车避让带，方便起飞前挂弹、加油、做机务检查。再看战机本身的适配，短距起降能力是第一要素，这就需要高推重比的发动机，配上大襟翼、前缘凤翼，甚至落地时机轮刹车配合反推，起落架也得够硬，能抗硬路面冲击。有的机型干脆加大轮径，防止异物飞溅。进气口位置也有讲究，太低容易吸进碎石 FOD， 像 F35A、FA18在公路起降时就得加专门的防护措施，而鹰狮天生进气口高位化，这方面就很省心。最后是保障问题，战备道旁必须有油料供应，不是油罐车就是软管加油系统，而且要求10到15分钟内完成全油补给，弹药也得提前到位。挂载车和弹药库多用伪装网遮盖，防止被侦察卫星发现。通信和导航则靠移动式塔台，通常是卡车改装的，配合战机上的战术数据链，比如 Link16，保证分散部署时也能接收作战任务。有了这一整套标准，公路起飞才能从一次拍照留念的试飞，变成可反复执行的战术动作。要是缺了这些条件，就算把公路封到天荒地老，你也只能办个战机静态展，拍几张帅照发朋友圈。说到公路起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北欧那几个小国，可别急，美国空军和海军里其实也藏着几位能上路的选手。瑞典的 JAS-39狮鹰算是这个领域的原厂配置，从设计图纸阶段，它就被要求能在800米的战备道全油全弹直接起飞，进气口位置高，推重比大，起落架抗造，一个人就能完成挂弹。瑞典人甚至把公路起降当节日来过，每年国道都会举行公路起降周，一架战机从封路到加油挂弹再到起飞10分钟搞定，干脆利落。芬兰的 FA18C 大黄蜂原本是航母舰载机，天生短距起降好手，起落架抗冲击力强的能和公路路面硬碰硬。芬兰空军也经常拉着它在战备公路上起降，还会现场挂弹后直接执行任务，丝毫不拖泥带水。美国方面 AV8B 钥匙是个奇葩，死的 FRO 能力能让它能在短距公路临时起降带自由作业。A 型虽然不是为公路起降设计，但已经在韩国和日本的高速公路上飞过，证明在加固路段也能执行撤离或突击任务。逻辑很简单， B 型适合分布部署在战区的各种临时节点， A 型在紧急情况下也能用战备段保命反击。台湾这边 F16V 幻影2000 IDF 金国号3兄弟机体轻，推重比高，配合本土战备道设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起降、加油、挂弹。每年汉光演习都会实飞验证，让战机在机场瘫痪的情况下依旧能满天飞。印度的玩法更热闹，在高速公路起降演练中，既出动轻型的 LCA 光辉，也拉上重型的苏30 MKI， 强调的是全谱系战力都能上路，轻的灵活，重的带货多，谁都能飞。公路起飞绝不是小国的游击战战术，美国、北欧、亚太这些空军强国看重它，更多是为了分布式作战的保险。你以为炸掉几个大机场就能让空军瘫痪？抱歉，飞机可能早在高速公路、临时跑道，甚至前线公路机坪等你了。公路起飞的真正价值从来不在于能不能飞，而在于能不能用在真刀真枪的作战计划里。各国的演练其实都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哪天机场真的全废了，你的空军还能撑多久，还能打多狠？在北欧，这是几乎成了日常。瑞典和芬兰早就把公路起降玩出了习惯。瑞典空军每年都会在 BAS-90体系下搞战备道演练，
把战机分散到全国多条国道的隐蔽路段，地勤带着油料车、挂弹车直接开过去，把临时机坪变成全功能的小机场。芬兰更绝，直接让 FA-18C 大黄蜂从高速路起飞，中途完成空中加油挂实弹，然后返场到另一条战备公路，全程不踏进固定基地一步。这种玩法的好处很明显，就算全国所有大型机场在第一天被打成废墟，空军还能坚持反击好几天。台湾的战备跑道更是从设计图纸就融进了公路网。汉光演习上的战备道起降是固定环节 ，F-16V 幻影2000、IDF 金国号轮番在苏澳、花莲、屏东、嘉义等战备道上起降，现场完成加油、挂弹再起飞，整个流程不超过20分钟。这不仅考飞行员和地勤的默契，也在检验公路段的快速风控和交通疏导能力。印度的做法就更带点秀肌肉的味道。2021年，他们干脆在国道1号的封闭路段，让 LCA 光辉和苏30 MKI 一起升空，还邀请了大批媒体现场拍摄。技术验证是一方面，向邻国传递信号才是重点。就算常规基地全军覆没，印度空军依然能把战力覆盖到边境线上。韩国则是在2022年第一次公开让 F-35A 在高速公路起飞。这一幕立刻引起外界热议，毕竟 F-35A 并不是为公路起降设计的，可韩国选了加固路段，再配合防异物吸入、防轮胎打滑的专用措施，硬是把它飞了起来。背后的意思很直接，面对隔壁的威胁，即便第一波机场全瘫痪，韩国空军依然有能力从多点出击，精准反击。从这些案例能看出来，公路起飞早就不是冷战博物馆里的奇迹怪招，它已经融入了现代空军的分布式作战和基地弹性作战理念。跑道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会从哪儿出现。公路起飞听着很燃，但真把它写进战争计划，你会发现它的天花板其实并不高。首先，不是每条路都能飞。就算是精心挑选的战备公路，路面承载力和抗冲击性也是硬指标。一般战机起飞时，主起落架的瞬间冲击力能飙到20吨以上。如果路基压实不够，沥青层太薄，起降几次就可能裂缝、车辙，甚至直接剥落。更大的隐患是碎石。高速喷气发动机只要吸进1颗小石子，就可能把风扇叶片毁个干净。其次，想封一段公路，远不是放几个路障那么简单，全程空域要管控，无人机必须禁飞，通信信号可能要切断，几十公里的进出口还得调动警力风控，战时更难。敌方的侦察卫星、长航时无人机都在看着你，一旦动作慢半拍，公路段还没封好，就可能提前挨上一轮打击。再说野战条件下的防护问题，公路起飞意料着油料、弹药、机务设备全摊在野外，防护水平远不如地下掩体，哪怕用伪装网或森林遮蔽，只要被发现，敌人用廉价的巡飞弹或一轮多管火箭就能饱和攻击，比打大机场还容易，因为目标更近更好找。最后是现代精确制导武器的威胁。冷战时期的对手大多是丢常规炸弹或导弹，命中精度有限，而今天 GPS、北斗、激光制导的精度能稳定在5米以内，哪怕你能在10几分钟内转场，敌人也能用远程火力封锁或干脆摧毁战备段。面对这种火力，分布式作战的生存窗口被压得很短，所以公路起飞不是无敌的解药，它更像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用来争取那一点点反击的时间和机会，而不是无限期的在敌火下苟活。公路起飞在未来肯定不会消失，但它的样子已经不会再是冷战那一套了。首先是短距起降能力的新纪元，现在能做到隐形加 Star Flow， 也就是短距垂直起降的现役战机只有 F-35B， 它能在300米甚至更短的距离起飞，还能垂直降落，直接打破了传统公路起飞对跑道长度的死要求。
美海军陆战队的算盘就是把它部署到所谓的远征前沿基地伊堡。这些基地既可以是岛屿机场，也可以是事先加固好的公路段。再往后看，第6代战机像 Ngad、Focus 这种，虽然不一定全系用 Stefano， 但部分衍生型或者配套的无人僚机会有短距甚至垂直起降的能力。这种组合意味着它们不仅能在公路，还能在舰艇、临时平台甚至高楼平台上快速部署。紧接着是公路和垂直短距起降的融合玩法。未来的战备公路不必像冷战那样非得找一段2公里的直路，而是会变成多节点灵活平台。 Stop-Flow 战机只要几百米的直段，甚至一条加固立交匝道就能够跑，再加上可移动的模块化起降平台，用气垫或者机械支撑把路面加固，临时部署在哪儿都行。公路和垂直起降坪结合起来，战机可以从不同方向、不同位置进入空域，大大增加敌方侦察和封锁的难度。最后是无人机群的加持。未来的分布式空军编队里，无人机简直就是公路作战的天然外挂。小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提前飞到战备道上空，探明敌方火力威胁。一大群廉价无人机能在敌方雷达上制造多个假起飞信号，把火力分散开。重型无人机甚至能自己在公路上起降，完全不需要飞行员冒险。如果有人机在战斗中受损撤离，无人机还能立刻从同一条公路顶上去，把空中压力维持住。等这种模式成熟了，公路起飞就不只是保命的技能，而是能和隐形战机、无人机快速机动基地一起组成一个多层次动态变化的空中作战网络。到那时，真正的威胁不再是你能不能炸掉跑道，而是你压根不知道敌人的跑道在哪儿，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启用。听完今天这一整套关于公路起飞的内幕，你大概会明白，它从来不是为了秀一手特技飞行，而是在最糟糕的战场环境下，给空军多争取那几分钟生存和反击的机会。那现在换你来当空军司令，你会不会在新一代战机的设计清单里把公路起降能力写在必选项里？还是觉得在精确制导武器满天飞的今天，这一招已经成了情怀保留节目？评论区就留给你了。你觉得公路起飞在未来到底是保命技能还是情怀战术？我会去看，也会挑有意思的回复放到下期里聊。喜欢这种把冷战遗产扒到底，再拆进现代战场的内容，记得点个赞订个阅，把视频转给你那个也爱聊军事的朋友。下期我们去看看那些飞行员宁愿绕几百公里也不想降落的魔鬼跑道，保准让你心跳加速。